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断联中的他，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缘分是不是已经尽了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下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中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在验证牌地方是你觉得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是不是还有可能性？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好，第一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吊人。那吊人牌的话，意味着说，在你们目前的这个已经断联的这段关系里面，事实上看起来呢，你们似乎还没有很想要去结束，或者是说去离开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你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会不会结束这件事情，你心里面其实已经有一个底。但是你还是在等待着有一个扭转的可能性，或者是说或许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是能够让你等得到的。所以看起来似乎你们本身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其实还是有相当一定程度的期待，或者是说还是有相当一定程度的希望说这段关系如果说在你默默的等待下去，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可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跟程度的话，也是有可能可以得到对方的回应，或者说对方他会带着他的诚恳、他的诚意回到你们的身边。所以现在你们的话，既是在等待他，也同时呢是在好好过于你们现在的生活。不过也可以知道说，在你们目前一直等待的这个状况之下，本身在对于这个人这段关系依然还是抱持着混乱的心态，或者是说相当复杂的想法，或者是不晓得自己该如何去面对于双方之间这个已经很难以可以挽回的一段的缘分。那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你其实现在有的人可能是都一直会去找这个人相关资料，或者说可能会上网络上一直去搜寻。那有一部分人是一直很努力的不要去想着对方，那就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只是会期待着对方是能够回到你们身边。那唯一可以非常确定就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们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想要去拒绝别人对于你们的好感，或者是说去拒绝其他属于可能比较有机会可以在一起的缘分的原因，就在于说本身你心中所想的那一个人，他依然在你们心里面是有一个独特的位置，或者是说是有着无法被取代的地位，所以会让你们在对于目前的这个状态的话，是不太愿意去放弃，还是会依然的想要继续待在着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然后等待着这段关系未来是会有一个转变的可能性。可是在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其实心里面还是会蛮清楚知道说，或许这段关系对方要回来找你们，或者说回来的话可能有一点困难，或者是说可能比较不容易，但是你们还是依然呢会想要去和对方有所接触的这个想法。好，那洋洋为大家抽到第2张，因为它有点裸露齁，所以洋洋又要把它给遮住了。好，就这样。这样应该可以比较能够去遮住，好，就比较不需要再打马赛克。好，那如果说当我们出现这张牌的话，它原本呢是节制牌
对，是对节制牌。所以呢，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的话，本身在对于双方之间或许会比较难以对，是审判牌，就是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会很难可以有你在等待一个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或者是说你们是在等待着一个可以让你们有不一样的未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你们或许本身都一直有和你们的信仰祈祷，或者是说有和你们所信仰的宗教、信仰的神灵，一直不断的希望说对方是能够再次的回到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那也有的人或许认为，只要你能够愿意去改变你自己，那这段关系可能就会有这个可能性。其实你们正在等待着对方是有个浴火重生的这个状态，这个可能。所以你们本身在对于双方之间之间的那个缘分的话，你们还是不太愿意去想要放弃。可是有一部分人或许啦，你们的心情从原本愿意去等待，到现在是开始变得有点说顺其自然的发展下去，但是心里面还是会非常的渴望跟希望对方是能够抱持着一颗愧疚的心来去找你们，或者是说抱持着愧疚想法回到你们身边。可是看起来其实目前你们会觉得对方这个回来的话，你们如果说比较理智的状况之下，比较没有那么想念他的时候，其实你们也会清楚的知道，这只是你一意孤行的想法，或者是说这也是对于你来说比较像是一种你觉得也只能这样去想的这样的方式。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目前对你来说你会有点拿不太准，或者是说你有一点不太敢把握对方他能不能回来。可是其实你们心里也非常明白说，就算对方真的回来的话，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不是还会有发展的可能跟结果，或者是说能不能用对方能不能愿意用新的态度、新的模式跟你相处。其实关于这部分你们也是非常的疑惑，然后也不敢去做这方面的赌注，或者是说也不太完全的敢去保证，但是你们还是依然非常期待着这段关系是有可以改变扭转的可能性。那有一部分的人的话，养羊先讲自己所看到牌面感觉，就是比较现实层面讲的话，表示说在你们俩之间目前的这一段关系之中，对于你来讲，其实你有的时候你有发现到你把未来想得太美好，但是也因为对方都一直没有回来，所以你也觉得先这么想也没有关系，但是也却随着你长时间都这么想的这个状态之下，反而让你们反而对于你来说，开始逐渐的也真的这么认为，也开始这么认真的去相信这段关系是有一个结果的机会。所以表示说，对于你来讲的话，本身这段关系是不是有一个发展的可能呢？或者是这机会的话，你自己心里是期待着，也会认为有，但是还是有点拿不太准主意。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这个刚好这次的牌都抽到一点偏裸露，所以洋洋可能要稍微用一点方式来比较好后置。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恶魔牌。那恶魔牌就表示说，在对于你来讲，这段关系为什么会觉得有可能性的另外一个想法，是来自于说，你觉得两之间是非常的有缘分，然后两之间其实是有对某一件事情、某一样东西，或者说某一个生活中的状态，是有的相当一定程度的共识，或者是说那个生活圈是还存在着。所以你们对于说，只要对方没有彻底封锁你们，或者说他没有彻底的从你们的生活圈离开的话，只要你有心，其实还是能够联络得到他。所以看起来这一组的你们，洋洋会认为你们可能现在的想法是比较像是说，以你们自己的角度跟观点去看待于
这段关系是还有可能性的。那当然以现实层面来说，你可能拿不太准，但是你是愿意去赌这个命运，或者说你愿意去赌你心里面的这个直觉、这个想法。那当然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过往曾经你们跟对方之间的连结的关系上面根基是还蛮深的，所以是你也比较能够去掌控得到对方，或者是说是也比较能够去掌握得到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进度，或者是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进度跟发展方向的话，有的时候你们会比较担心的是对方到底愿不愿意去接受你们，或者说对方到底对于你们这段关系，对于你是不是有愿意去接受，或者是说接纳，或者是愿意跟你在一起，愿意跟你有进一步的这个想法。但是你觉得或许在等待，或者说这个断联这个之后是有机会，是有可能的，但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可能，你们自己其实也蛮担心的。好，那这样的话就是在关于验证牌部分，如果说有符合，或者是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和断联中的他，这段关系的缘分是不是已经尽了呢？好，我们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好，第一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权杖皇后。好，那如果说在权杖皇后的部分的话，是意味着说，其实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缘分里面，有一方其实是还不太愿意去放弃的，或者是说，在两个人之间的话，可能已经有一个人的心比较没有在这段关系，或者说比较没有在两人之间的这段缘分，但是另外一个人还是依然的不太愿意想要去放弃，或者说还是依然想要继续坚持在两人之间的这个缘分里面。所以不妨对于你们来说，可以回想起来，在过往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是主要由谁来主动的经营两人之间的这缘分。那当吵架的时候，是谁一直不断的去低头，是由谁一直来去挽回对方，或者是说是谁来一直的去改变自己的做法，改变自己的作为，只为了希望可以让这段关系是能够继续的往下走，或者是说是能够继续的坚持的下去。那两人之间在这段缘分里面的话，有一个人一直在等待着另外一个人愿意去回头来找自己，或者是说是能够看见自己为了这段关系这么的努力，而选择继续的停留在这段关系里面。那如果说东方的宗教来说的话，可能也会比较偏向于是天跟地的这个机缘目前是不合的，但是在人的部分的话，是还是依然的想要继续的驻留，是不太愿意想要去放弃。所以如果说本身在看到这张牌的话，洋通常是还不太会马上去断定说，究竟你们跟这个人之间是否还有缘分，但是可以明确的知道，是至少有其中一个人不太愿意的想要去放弃放下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还是依然的在对说这段关系是抱持着有相当一定程度的想法，或者是说依然还是抱持着在对于这段关系之中的一个期待，或者是说在对这段关系还是依然想要在奋力拼搏最后一次的这个机会。并且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这张牌之中的权杖皇后的话，她的身后是有非常多的闪耀的星星跟星空，所以有时候在对于主动去经营这段关系中的人，你会觉得自己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最高处最高点，去俯瞰着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在主动的那一个人的话，也明白的知道这段关系如果说两人之间要有未来的话，本来就是会有很多的困难跟阻碍，但是还是依然愿意想要去背负着这个沉重的过程，或者是说这个沉重的心情，还是会想要为了这段关系做最后
一点的努力，为了让两人之间可以把这段关系朝向一个更远的方向走，或者是说为了这段关系是能够更加的往人生的道路更加的贴近贴合。所以有时候会反而会有点像是你们把对方应该说主动的那一个人，把它当成是一个自己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那一块，难免会把自己人生之中其他比较重要的部分会稍微有点失衡了，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洋洋不知道说那个人会不会是你啦，因为看起来有点很高的几率是属于你们去想着这段关系，那但有可能是指对方。好，然后在我们看起来抽到的是圣杯八。好，那如果说当抽到了圣杯八，就表示说，这边的圣杯八蛮特别的是，这个人他比较没有像是想往别的地方走，反而是一直在注视着已经失去的或者说曾经的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情谊。所以看起来，其实在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的缘分里面的话，如果说当出现圣杯八，而且是这张牌的话，就意味着说，确实这段关系两人之间可能有点不太适合，或者说两人之间在对于情感中的想法、关系中的认知，或者是说关系中的定义跟定位的话，双方之间的想法跟认定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或者是说两人之间在对于这段关系的话的未来的期待跟期望也是不太一样。但是因为曾经过往相处的点点滴滴，或者是说曾经相处过往里面所长期相处下来的这些情感，还是依然着在对于说这段关系是有相当一定程度的期待跟放不下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当在对于这段关系中的缘分的话，还是会蛮渴望跟希望不要那么轻易的去放下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缘分。可是天大地大，这个情感却挡住了这个人他所要往前走的这个去路，所以就意味着其实两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有机会可以让这缘分再继续的延续下去，或者是说让这段关系是有机会是能够再一次的有重修就好，或者是说再次重新回到原本的状态。可是却会因为自己心里面的疙瘩，自己心里面的感受跟感觉，而去阻挡了在自己本身对于这段关系里面说想要去往前行动，或者是说采取行动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也可以知道说，或许两间在过往相处的里面，一定是有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是让这段关系是难以被挽回的，或者是说让这段关系是比较不容易可以继续往下走，不容易可以让在这段关系是有相处下去的这可能性。所以也可以明确知道说，当出现圣杯八的这张牌话，表示两人之间在对说这段关系中一个未来的期待的话，是各持己见，也会因为的这个各持己见的原因，导致说让这段关系才会都一直处于在一个停留，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继续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双方之间的话，在对说这段关系，其实情感还在，没有人愿意离开，还是依然的在乎着彼此，可是却会因为心里面的感觉跟感受，一意孤行的不太愿意从这段关系中去抽离，或者是说不太愿意去抽离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想法，所以才会一直驻留在原地。那会不会愿意为了彼此的之间的这个缘分选择去离开的，选择其他的人，或者说继续想要坚持的话，其实看起来牌面上讯息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第三章。好，第三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审判。好，那当出现这张审判的时候呢，其实就等同说两个人之间在关系里面的话，
对于说，比较像是想要决定以顺其自然的方式去面对，或者是说有其中一个人啦，可能在对说这段关系开始抱持着是一种有缘分就会再相聚，没有缘分就是会让两人之间拆散开来。那关系里面的话，这个缘分呢，开始让两之间的情谊出现了分歧点，或者是说，在原本坚持的这段关系里面，出现了一种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结果。所以，以你们目前的断联的状态的话，不得不说，如果说真的都是没有办法得到对方的回应跟回复，或者是说对方也都是没有回来找你们的话，就表示其实对方他现在是选择去顺应着让这段关系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更加的偏向于说，其实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很有可能是被于你们所信仰的，或者说宇宙去让两人之间重新去审视这段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适合你们，或者是说这个人到底对于你的人生来说，你是不是因为有了他你会变得更好，还是说是因为有你自己去这样的认知、这样的认定，然后反而在关系里面，你是选择一意孤行的去看待、处理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那另外层面来看，又意味着表示说，如果说是由对方主动来去切断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就很有可能对方想要采取以这样的一个手段跟方式，让你去明确的知道，其实他在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份感情、这份情谊，他是真的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或者是说他其实在对说这段关系比较偏向于没有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这个决定。对，可是如果说你们俩之间是真的被宇宙所带领给你们的话，或者是说宇宙真的认为你们俩之间是有缘分的话，你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从别人的口中得到他的消息，或者说有的时候你会从别的地方得到关于他的资讯，或者是有时候你会在街上巧遇他，不小心看到他，这个时候就表示两之间缘分还没有断掉。或者说，如果说你们是透过交友软体上所认识的话，就表示有的时候，如果说对方真的都没封锁你，或者说你办新的账号，有时候还是会看到他出现在你的就是说有的交友软体是可以左右滑动，就是明明你可能已经有配对过他，但又还是有时候会因为系统的问题，让你们俩之间又可以再次配对成功，就表示其实虽然看起来是系统出错，可是却是宇宙在告诉你们是还蛮有缘分的。就算对方是一意孤行的话，那如果说是属于那种距离上所显示的话，就可能就真的比较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到底有没有可能是有那个缘分出现，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系统出错的可能性。对，洋洋听其他的朋友是有这样提到。就如果说你们真的有遇到过说，明明对方已经把你们封锁了，可是或者说已经把你们给拉黑了，或者说你们双方把彼此给拉黑，可是却还是有时候会因为系统出错关系，你可能点进去是没办法看到任何的东西，但是你的视窗里面还是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小方格还在那里。对，或者说如果说你们是属于那种匿名配对，有时候你还是会听到跟他很相似类似的声音的话，那其实这也是宇宙所带给予你们的一些指引。那但只是在特别针对说在交友软体的部分，那如果说是现实生活中，可能你们会因为一些的巧遇，或者说别人的资讯、别人聊天的内容，会稍微听到关于他的讯息。那其实这也是在宇宙告诉你们，其实两间缘分还没有断，那可能只是现在呢是在一个停滞的状况。那如果说你们都没有以上的这些资讯的话，这些的征兆的话，雅阳会比较偏向于说，很有可能宇宙是想要告诉你们，或许你们可能真的要去重新的思考一下，本身在这段关系里面对你们来说到底是什么样程度上的存在的重要性。对，好，那我为大家抽，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二趴。
好，第二趴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女帝。好，那这边的话呢，你看这边的花，它非常的闪耀，也没有像闪耀，非常的阴暗哈。好，那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两之间的这个缘分里面，断联之后，这个伤害它是存在着，或者是说两之间的疙瘩，它是确实是没有办法被磨灭的。可是那一份情感、那份情谊，却依然都还是在彼此的心里面，都是没有办法被忘怀的。所以当出现这张牌的话，也会更加的倾向于说，很有可能在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里面，即使对方他想要去否认，或者说对方想要去忘却，或者是说对方会希望去，如果啦，他想要选择去重新面对他自己的生活的话，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各种的细节，或者说面对不同的人事物，或者说看到到新的环境，其实他在不时之间偶尔还是会去想起你们俩之间过往的这段情谊。也就是说，其实过往的这段情谊之中的任何发生的事情，其实已经在双方彼此心里面都种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种子。那这种子却是在你们两个之间分开之后，它发芽了，并且也结成花。可是因为分开之后，两之间关系呈现出一种停滞的状态，或者是有两之间的缘分，是没有明显的有曙光的机会。对，所以呢，这个花是在两人之间的阴暗、沉着、冷静的状况之下所生长、散发，或者是说开花结果出来的。所以两之间的这个缘分，却反而对他来说会经常去想起你们过往的相处的回忆。那好的跟不好的，他都会去想到。不过因为结成了花朵，所以也就代表说，那些不好的回忆，他会慢慢的去放下。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很生气、很愤慨，或者说原本可能很不爽的事情，那种心情会逐渐的去放下。可能事情还是会记得那个过程，可是那个感觉却会慢慢的去淡化掉，会从原本非常的不好，慢慢的去消除掉对于你们那种不好、比较负面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看起来也可以算是说，两人之间啦，意外的其实还蛮有缘分的。因为至少双方之间在这段关系里面是不太愿意去放下，或者是说还是不太愿意去放弃。对于他来讲，心里面还是有着你们曾经所努力过，或者是说曾经所对于他非常好的那个身影。好，我来为大家抽下一张。好，那这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八。好，那权杖八呢，我们看这边的牌就非常明显，其实它有点像是说在固步自封，或者是说其实一直以来他可能心里面都会有想要联系你们，或者是说想要尝试看看，或者是说会希望这段关系，如果说他只要是能够去跨越了心中那一道门槛的话，其实本身在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只要他愿意，关系自然而然就会有不一样的可能性跟机会，或者是说这段关系其实就会有你所想要的结果。可是现在他的话是心情他的心里面的状态，心里面的想法，心里面的感觉是跨越不过去，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在乎的程度，或者是说是没有办法轻易的去改变他的决定。有可能这个人他的想法比较固执，或者是说有可能这个人他在对说这段关系是比较没有办法去放下自己的脸面，又或者说可能他现在生活中的一个境况是导致于说让他没有办法去卸下他现在心里面的一个重担，然后走向你们。所以在双方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以他来说比较没有办法放下，说不太愿意去跨越心里面这一道坎。对，杨现在为大家抽第三张，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讯息。好了，好，为大家抽第三张牌。
因为其实看起来对方他其实有想啦，但是有点像是说现况是让他觉得没有办法去走向于你们。看来这个人是有想要回来找你们的，那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呢？好，来看一下第3张。好，我们这一次抽到的话是圣杯九。好，那这边圣杯九的话，对于他来说，或许选择自己所安逸的，或者说比较不会去违反自己的，或者是比较不会去伤害到自己的，这个的状态的话，是会让自己过得比较舒适，或者是说会让自己过得比较舒服，或者是说比较能够去符合到身边的人所对于他的期待。所以就是代表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关系本身对于他来说，其实他曾经是有要把你拉进他的生活圈，或者说他曾经是真的很想要非常的诚恳的去面对你们，或者是说想要跟你们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那或许是因为身边的人反对，或者是说身边的人对于说这段关系是不看好，或者说他一直以来的观念去影响到了他，又或者是他的工作，对，这边的话也可能是指工作，或者说原生家庭所带给他的影响，工作就可能工作不顺利，或者说可能必须要去换别的地方，换别的城市，或者说换别的工作岗位，或者说可能换别间公司之类的，就可能去影响到这段关系，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现实中的考量。那如果说家庭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你们这个人本身的特质呢，他虽然本身是蛮在意的，是蛮觉得有感觉的，可是也让他会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对，那等一下会员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到底是真正什么样的原因，是让他对说这段关系是有点裹足不前，比较不敢去走向于你们。那至少可以明确看到说，其实对于目前的他来说，那一道这是几个？对哈，7个的权杖把他的去路给挡住。他的本身是有想要前进，可是他行动力却不足，所以他只能慢慢默默的去把他的每一道阻碍给消除掉。可是这个每一道阻碍要消除掉，看起来比较难，因为有9个圣杯正在阻挡着他，9双眼睛。9个人的心情、心态，这只是一个比喻，就是比较多人的状态的话，是会去影响到你们，所以有可能这个人他本身的包袱有点重，或者说其实这个人会蛮容易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会喜欢选择，就是让自己比较能够被身边人给接纳、接受的这样的想法，他希望可以能够符合别人心里面的那个样子。那当然这样的情况他就不太愿意呢走向于你们。好，所以看起来呢，老天爷宇宙有给他一些指引，希望让这段关系是能够延续下去，可是他的心情却过不去，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他反而开始会宁可再选择放弃你，然后去选择了其他人。所以这个人呢，他其实算是有一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一个人，固执，然后在乎他人的想法。对，那就不太确定说究竟你们这段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而分开来。那至少可以明确知道说，一定是有一些应该说某一些的原因是成为他心里面的心魔，所以他才没办法走向于你们。也可以说他比较胆小，对，或者是说比较懦弱，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形容，所以让他会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于双方之间的这一段的缘分。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权杖王牌哈。好，那权杖王牌的话呢，就表示其实只要当对方他真的愿意走向你们，或者说当对方真的朝你们的方向走的话，那其实在这段关系是有一个扭转的机会，或者说其实是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或者说是能够延续着原本两个人之间在关系之中的未来的走向，是能够朝得更好，是能够开花的，是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却会因为他的行动力不足，或者是说他不太愿意去
向前迈进，所以他选择了是放弃了这段关系，他选择了让他自己去顺应着别人的期待，来去处理着两之间的缘分。所以要说两之间有没有缘，是有，但是对方他的心情却是心有而余力不足。所以老天爷有给他很多次的机会，让他可以去重新做一次的选择，让他是能够去找你们，但是他却选择了最安逸，却选择了最让他比较不会被身边人给唾弃的这样的想法，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这边我们抽到的是宝剑四，宝剑四就代表说他宁可选择去忽略了他自己本身在看待对于说这段关系之中那个很重要的程度，或者说他明明知道他自己也是非常的在意着你们，非常的向往在这段关系里面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发展的机会，可是却会让这段关系之中的两个人的关系选择是以现在这样子漠视的态度去看待，然后让他自己尽可能不要去想你们。他觉得只要不去想你们的话，或许他就不会去有那么多冲动的想法。可是这段关系之中的种种的回忆，种种的相处，却都是依然着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总是不断的浮现。所以呢，也可以知道说他现在算是有一点去忽略了他自己在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他觉得有的可能性啦。所以看起来其实对方他会想你们，然后会想要跟你们进一步，想要去找你们，想要知道你们的近况，可是又会因为碍于自己的状态，所以不太敢去走向你们，也不太敢想要去让这段关系继续往下发展，也不太敢去为了这段关系去做任何的负责任的这个态度。所以其实雅阳会认为其实这个人真的是有点胆小跟懦弱。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其实这个人就是看起来只要他愿意，你看树嘛本身就代表着权杖啊，对不对？他还是不太愿意去这么做。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六，你看这边的权杖六很特别，它跟雅阳会觉得跟权杖八有一点像哈。好，那这边的话的虽然是写权杖六，但雅阳会更加的是界定说，对于他自己而言，其实他也会知道说，他所做的每一项决定，每一个的想法都会成为自己心里面一个心魔，或者是说会觉得是自己的任何未来的一个阻碍，或者是说自己未来的每一项的结局的可能性。所以对他来说，他就在赌一个机会，或者是说他就是在赌一件事情，是不是让这段关系可以因为他选择了别人，就是说那些他不想要失去信任的那些人，如果说他选择下去了，是不是就有可能其他人就能够带给他人生中不一样的方向，或者是说是能够让他看得到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所以现在他算是说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面，或者是说是活在他人的世界观，他人的决定。那对他而言，觉得只要决定了这个状态的话，是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有一股安心的感觉，或者是说能够把自己原本的生活状态树立好的话，那也有可能就是自己就不会再去那么的在意这段关系了。所以其实看起来这个人他还是现在呢选择用一种最懦弱的方式来去处理跟面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缘分。对，所以不得不说这段关系，如果我说我们真的要去做判定说到底有没有缘的话，其实是有缘分，但他的心情就是不愿意，他的心态就是不太想要去让这段关系进步的发展下去。对，所以天与地之间有缘，但是过不去的是人心。那当人心过不去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被列为是在一个没有缘分，因为两之间就是心情过不去嘛。好，没关系，那我们来为大家再做一个加码好了，因为杨发现自己最近真的是都没有做加码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就一样来做一个加码。那加码的话，就是我们来看看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
这张卡是童话的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童话塔罗牌有没有什么样的关于说这段关系好了，给予你们的指引好不好？来为大家抽2张牌。好，那2张牌的话呢，就给大家大概10秒钟做选择。好，那应该选择好了，应该10秒钟到了吧？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右边的好了，好不好？好，这段关系中的指引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黄砖路。好，那这话其实看起来说，在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你真的很希望是能够有进一步，或者说是能够达到你心中所想要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受到他人的帮助、他人的协助，以及身边的朋友，而是那些能够真的朋友。仰忘记这个童话故事，它的绿野仙踪啦，对，绿野仙踪，大家可以看一下绿野仙踪这个童话故事，他们最后的结局，需要告诉你们说，其实当你们如果真的很希望能够拥有这一段关系的话，你就必须要去帮助其他的人，然后让其他的人拥有那一切，那其实那些的贵人就会能够去带领你。但是有人会更加认为说，其实在你帮助到那些贵人的时候，你就会去应该说帮助那一些人，在成为你的贵人之前，你会意识到说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那这段关系到底对你们来说是有多重要，是你一直以来都一意孤行的这个方向到底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对的。所以在换另一个角度想，就是说在你们失去这个人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得到的东西远比你失去的还要多，就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着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好，来看一下旁边的牌，给予你们的指引。好，水晶守护者。那水晶守护者呢，就意味说，其实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你如果说总是一直感觉到有一种迷惘的状态，或者说你总是会一直觉得这段关系是没办法让你找到一个助力点的话，其实你必须要知道说，你是一直被宇宙、被这个世界、被水晶守护者保护着，并且他们都一直在照耀着你，去照顾着你，所以你要意识到说，本身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都是他们都一直在引导着你往一个你的人生更好的方向走。也可以是说，你曾经如果说在关系里面一直受到很多的伤害跟痛苦的话，那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适合你？或者说，当你真的清醒过来的话，是不是宇宙有给予你一些的讯息，但是你却忽略了？所以呢，这段关系想告诉，应该说，水晶守护者是想告诉你们说，他总是都一直陪伴着你们，让你们受到被保护，让你们避免受到更严重的伤害，让你们能够发现到，其实你们一直以来都是不孤单的，只要你们愿意去相信宇宙所带给予你们的指引。所以看起来比较像是说，这一组的你们是要去调整一下你们自己的心情，可是在右边的黄砖路的话，会比较明确，就是你可以去发现到说，其实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等着去被你给帮助，那就等着你愿意去主动的付出，那其实就会有一个转机的机会。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在对于给予你们的讯息，加码的讯息的内容。好，那这边如果说以上的讯息是有帮助到你们，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的话，请记得去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来去看一下说到底对方心里面他的疙瘩，应该说他的他在意的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直都不愿意走出来？对，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在影片的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对于你们来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验证牌内容是还有没有可能的机会？就是对于这组的人来说的话，好，我们这边为大家抽到的是权杖6。那权杖6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你其实在对于说有没有可能性的这件事情，会有两种想法。第一个是，
这段关系一定会有很多的人，或者说身边至少会有人是成为你的贵人，是能够帮助得到你，去让这段关系会有一个机会，或者是说是能够联系得到对方，或者是说会有这个可能性是能够跟对方有相处的，或者说是能够恢复联络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你可能手上呢或身边是有掌握一定程度的人脉，或者说眼线，来去进展着你们俩之间的已经断联这段关系，所以你可能觉得还蛮有可能性。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可能这一组的你们，另外可能性就是你们认为有没有恢复联络这件事情，或者是说还有没有可能的这个机会的话，你们开始不会想的那么的多，你们会比较是着重在说你们自己个人的生活的状况，或者说你们会非常的着重在于自己本身的人生之中，现在有什么事情是你们必须要去忙碌的，是你们必须要去面对，是必须要去处理的。所以现在你们反而心里面就比较没有把太多的心思放在这一段关系里面，或者是说就比较没有太过于去期待说有没有可能对方会回来找你们这件事情，但是其实你心里面还是会想要的。所以有可能说如果你们本来就是在共同生活圈的话，你们还是会依然选择驻留在原本你们所熟悉的生活圈里面，然后跟他有相关的人事物，你会继续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共鸣，或者是说一定程度的联系，或者是说一定程度上的一个往来，或者是来往，只是为了未来有一天当对方回来找你们的时候，或者说跟对方再次恢复联络的时候，其实在双方之间的这段关系，你会想要你想要展示出来说，就算他离开了，可是你依然是留在原地等待着他，或者是说你想让他看到你不一样的样子。所以其实对于你来讲的话，这段关系之中你其实是不想要去放弃的那一个，那你也会想尽办法去改变你自己，或者说你想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展现出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有他，你其实也不会到说失去了你生活中的重心，所以你会明白的知道说其实你自己在干嘛。就是跟第一组不一样，就是第一组会比较倾向于说他想要慢慢默默的等待，但是这组的你们是边活着自己所想要的那个样子状态，那也同时的在等待着这段关系是否会有可能，或者说是否会有机会能够继续的经营，或者说让你会有可能性再次的陪伴着对方身边。所以看来这组的你们心情上面的话，你会蛮照顾你们自己的，比较不会因为失去这段关系开始整个人很痛苦啊，或者说整个人非常的焦躁、焦虑不安。那但因为我们的权杖6之前是一张权杖5嘛，所以表示呢，在你们原本可能刚开始跟他分开的状态的时候，你们是觉得非常的痛苦，然后也觉得非常的无奈，然后也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的混乱。那其实现在你们的人生已经朝着你们所想要的那个状态前进了，所以呢，对于你们自己来说，这段关系本身它的不会去影响到你们太多就对了。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钱币骑士。好，那钱币骑士呢，意味着在双方之间的这个缘分的话，你就是默默的等待着奇迹发生，你就是默默等待着对方会不会回来找你们。所以你要说这段关系对你来讲说还有没有可能性，就是你的心态里面的话是比较抱持着顺其自然的想法，或者是说是抱持着慢慢看慢慢等待的心态，那你还是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那不晓得说这组的你们是不是曾经是有工作上的关系、商业上的关系，还是说是跟钱有关的人。那如果说真的都没有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一组的你们有大部分来说，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或是另外一个朋友圈的人，或者是可能真的认识有一段真的还蛮久的时间的一个对象，或是交友软体上面所认识的。因为其实看起来这组的你们其实两之间的缘分跟羁绊本来就没有很深切，
本来就不够深，可是是在你们遇到他之后，你们却希望跟他非常的深，所以你们会一直不断的去投入很多的心力，或者说你们会一直不断的去做很多的事情，只是为了去增加两之间的羁绊，或增加两之间的缘分，但是也会因为你们曾经做这些努力，所以也本来这段关系，应该说这个缘分本来就很淡薄，因为在你们的努力的状况之下，在你们一直不断的推波助澜的情形之下，你们所做的每个决定确实也加深了你们两个之间的缘分，所以可以算是说你们有点过往的任何的努力就是逆天了，或者是说改变了，应该说感动了上苍上天，感动了你们的上帝，感动了你们的信仰，所以他愿意让你们俩之间的缘分牵引的比较深切。可是在对于这段关系，因为本来就缘分很薄很淡，但因为你们的努力让它变得比较深，可是缘分很淡的原本的要发生的事情还是必须要让它去发生，所以现在的对你们来说就是选择继续去努力，等待这段关系会再次卷土重来，等待对方会再次的跟你破镜重圆。对，所以现在你们反而在看待关系里面的话，你们自己知道有的东西努力是有限，但只要你愿意去继续的朝着你觉得对的方向走，你会认为依然是皇天不负苦心人，还是终究会有那个关系有进一步发展，或者是说是能够有再次展望未来的机会。好，来抽一下第3张。所以刚才选到这组的你们本身在看待一段关系的话，是很有你们的想法啦。对，也算是说你们真的努力了非常的久，才会让这段关系从原本的很淡薄的缘分，才会变得这么的如此的深切。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钱币3，所以看起来你们真的曾经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耶。对，是钱币，对，钱币3哦，抱歉。好，那这样的话，钱币3就代表说，对你们来讲，这段关系它的缘分是还有可能性的。不晓得说你们是真的是在相同的生活圈。如果说真的是相同生活圈的话，其实你们会觉得，势在必行，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是永远有一个没办法被切开的缘分。然后或许有可能你们俩之间是有个共同的朋友，所以你还是能够轻易的得到关于对方的任何的消息，或者说只要你稍微做一点点的改变，或者说只要稍微主动一点，或许这段关系的缘分还是依然保持住的。所以看起来这组的你们可能有一部分的人的话，你们可能断联没有很久，只是对方可能这1-2天、2-3天都没有回复你们，或者说1个礼拜，时间还没有到非常的漫长。那这边还要分两种解释。那第一个解释就是说，如果说你们真的是属于那种断联没有很久，对方只是1个礼拜多没有回复你，应该1个礼拜多以内没有回复你的话，那就表示其实在这段缘分你会觉得还是蛮有可能性，那个可能性几率非常的高，只要稍微做一点点的事情，只是你现在会倾向于说让对方自己去做决定，所以你也不太想去做任何的改变，或者是不想去做任何的行为出现，就默默的等待。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你们如果说真的是已经断联非常的久了，你还是会依然等待着希望对方回来的话，其实这边会意味着说，你就选择是也一样是慢慢耐心的等待，但是你会看不到那个未来，你会看不到这段关系中一个终点，就会觉得这个等待有点像是无限的轮回，或者说无限的继续的等待着对方他主动来找你们的这个想法。所以现在你们会比较呈现在说是专注在于你们俩之间本来要约定的事情，你很默默的在努力，你默默的去执行本来俩之间的约定，你就会希望说等到他有一天回来的时候，你可以能够大声的说，就算你离开了，我还是依然去付诸于我们俩之间的曾经的约定，然后让他知道说，其实你本身在这段关系是用情非常深，是希望能够感动得到他的。好，那这边如果说验证牌是有符合，或者是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已经断联的这段关系之中，你们的缘分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已经尽了呢？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大家抽到第一趴的第一张牌。第一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好权杖的部分。好，那当我们出现了抽到这一张牌的话，其实就意味着说，在你们俩之间这个缘分呢，确定是还没有断掉的。然后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之前两人之间的羁绊，之前两人之间的互动，或者说两人之间曾经所相处的一切，都依然着是存在着彼此之间生活中的一个习惯，或者是说曾经这段关系里面所带给予对方的任何的能量，任何的相处的回忆，还有记忆，以及那一些的情感的话，虽然已经断联了之后，确实他在对于你的这个人的情感是有在日渐的淡薄，可是他在对于失去了你的这个人之后的习惯是还没办法改掉的。也就是说，曾经相处的任何的一切，你们所做出的任何的付出，他不仅还记得，他也都一直放在心里面。可是他放在心里面的那个部分，是把它放在心里面一个比较看不到的位置。可是他的内在的灵魂、内在的想法，却一直不断的去提点着他，一直不断的去提醒着他，其实这段关系曾经呢，所带给予自己的任何的一切是重要的，是不可被磨灭的，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的。那当然，以这样状况之下的话，就算已经断联了，他有的时候还是会仿佛你好像就一直都还在他的身边，在他耳边就是念叨着，或者是还在他耳边提点着他，还在他身边陪伴着他。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其实啦，会有一点算是睹物思人，或者说有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一直去想你们，然后想到发呆这样。那看起来其实你们自己本身也有相同的情况，所以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看起来还蛮长，两之间的灵魂能量是有互相的连接着彼此，或者是说会不自觉的都会同时想到一样的事情，或者是说一样的场景。那其实对方他也确实都有把你放在他的心里面，只是现在目前对于他来说，他是选择有点去忽视他自己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在乎。所以如果说你们是属于那一种被对方给封锁的话，也会希望说也还不要太快为这段关系说马上做个笃定说对方一定怎么样子，因为其实看起来本身他这个人对于你们俩之间这个缘分本来就没有太多他想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是说本来就也没有打算去做任何什么样的作为改变现况而已。因为其实现在他还是多少有点在意着原本所分开的那个原因，是成为他心里面比较没有办法去跨越那个部分。所以你是他的心魔啊，你这个人曾经相处的回忆呢，是让他不太愿意找你，但是却也是让他会对于你这个人非常的在意，所以有点算是说一体两面了。对，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圣杯四。好，那当出现这个圣杯四，就表示说很明显嘛，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人他在对说这段关系，他现在宁可是选择去忽视掉那一些本来是他所在意的一切，现在他是反而选择是对他来讲是比较舒适的，比较安逸的，比较舒服的，比较不会让他挂心啊，不会让他失去分散他的注意的人事物的身上。所以现在他虽然明明知道说他很在意着你们，很想知道说你们在干嘛，很想要知道你们最近过得到底如何，很想要知道你们的近况，很想跟你们聊天，但是他是选择去忽略掉了这一切，他选择去看着
拥有着、把握着，对于自己来说，是能够垂手可得的东西，或者说现在是什么样的人事物陪在他的身边。所以当出现这张牌，洋洋会认为说，很有可能这个人他本来啦就很想谈感情，本来就很想要有一个人陪伴着他。那不偏不倚，原本是你这个人陪伴在他身边，刚好也是你都一直愿意待在他的身边，包容着他的一切。那当然，在断联之后，他有意识到说，他也觉得应该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去放弃掉、舍弃掉你这个人，或者说让他自己不要再去那么在乎你这个人。可是，当他越不愿意去想，越尝试着去和不同的人相处，或者是说越想去选择别人的时候，生活中的任何的大小事情也没办法遂他的心愿，或者是说是没有办法，如他心里所想要的，所以就很容易会去想起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这段关系，因为只有你会去愿意为了他，只有你是愿意为了想要和他有更进一步的交流，是愿意为了他，改变了自己，对，所以反而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对于说双方之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现在他就是选择用一种忽视的态度、忽视的角度，不太愿意去看待你们。所以只要他愿意，其实他会发现到说，他对你们是非常有感觉的，是非常有感情的，还是会希望说能够跟你们有进一步发展。所以其实他现在有点算是自我逃避的这个状态，就看他会逃避到什么时候。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也是权杖牌。好，那当我们出现的这张权杖牌呢，就表示意味着，他自己本身或许有考虑过，或者是说他有想过说要去重回到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但现在他一个是他在等你的态度，等你的反应，那另外一部分也可以是说他本身在对于你们俩之间的缘分，他还没有到说想要去做什么样的努力，或者是说还没有想要去做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还没有想要去为了你们的这个人这段关系去有更多的进展。对，因为在双方之间的这个缘分里面，本身对他来讲的那个诱惑力，那个诱惑点可能也是蛮不足够的，也有可能是说他自己的想法上面会有一些事情是没办法跨越，所以他就是选择是停留在原地，或者是说停留在让他自己不要再想的那么的多，因为只要他选择不动，那你一定也会选择不动。当两人都选择不动的时候，或许就能够继续选择用一种忽视的态度。那洋洋会认为说，其实这个人应该在平常的时候也都有在观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有观察你现在目前的状态，或者是你现在过得好不好，或者说你现在是怎样去处理好你自己目前的生活。因为看起来其实两个人之间的想法上面的话，很难在同一个点上，或者是说每当最后面要做决定的时候，两个之间比较难是有共同的想法。所以对于他来讲，这段关系之中的一个缘分，他会觉得有一点像是可有可无，或者是说他也比较不会那么的积极的想要去把你们这段关系建立起来、建立好。对，所以会像是说这段关系里面有很多的部分的话是没有办法有跨越的地方，是两之间都必须要去做调整的。为什么会说要做调整？就是因为既定曾经发生了什么，那或许他有跟你讨论过，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去接受，或者说你愿不愿意依照他所想要的方式去执行。那对于他来说，他也会觉得，如果分开了之后，你想清楚了，有可能就会去
找他，会跟他说明白。那这样的话，可能两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再像现在这样这么的僵硬。所以现在他有点想要动，但又不敢动，那有点想要去改变，又觉得好像又懒了，或者说好像又觉得不是那么的重要，或者是说可有可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现在其实应该是有在默默观察你这个人，然后他也是经常有想过说要不要去找你这件事情，但是他的行动力是不足的，他心中的想法或者是说心中的那股的动力，那股冲动是依然比较没办法去推动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是比较没有办法让这段关系是有一个进展的机会。那至少我们可以比较开心的就是对方是蛮常会去想到你们这件事情，对，但他通常是选择用忽视的方式，所以他不想去做任何的决定，因为他也觉得你不会去逼迫他，你一定会去尊重他的任何的决定，所以只要大家彼此都装死的话，或许这段关系就不会有太多让他需要去承担的一切。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部分是对方，应该说你们这段关系中还有没有已经结束了吗？好，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月亮牌。好，月亮牌的话，这边洋洋就很明显嘛，其实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要结束可以，那不要结束也可以，那就是看两人之间是后面怎么想。为什么会出现说月亮牌会有这么意思？其实两只缘分非常的深，然后两只缘分其实是很难被切开、被切断的。因为当出现月亮牌的时候，洋洋会更加倾向于说，其实两之间这个缘分比较有一点像是前世今生的状态，会比较贴近，或者是说两之间其实蛮容易会因为有对方待在自己的身边，会感觉到有一股安心的感觉。可是当对方没有出现在自己的视线之中，或者说可能跟对方彼此之间没有联系，比较没有密切的联系的时候，又会开始感觉到有一股心慌的状态。说你过往应该有这种状态，其实对方他也是有啦，但是两个之间在对于说表达的这个心慌，或者说比较没有安全感的这个的话，是没有太多的做法，或者说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去表达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有点算是说蛮避暑的，或者说是蛮沉稳沉静的去对待于这段关系之中的那个思念的感觉。其实两个人之间在关系里面的话，这个缘分是存在的。那刚前面提到说，就看对方，应该说看双方之间是怎么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放弃，另外一个人是不愿意放弃，这个缘分就还是在。那如果说双方都选择去放弃的话，这段缘分就注定是没有这个可能跟机会。对，洋洋就会有点倾向于说，就是洋洋在看那个月老经里面有讲的一句话，就是前世是有缘分的，但是今生还是需要有像那种月老的爱情之神去把你们的缘分给牵起来。但这线把它牵起来，如果说两个人之间都不想要的话，那这个线如果说再怎样的去把两个人之间凑在一起，还是会因为那个情那个情已经断了，那就没有办法去把那个情的线给绑在一起。那但也不能说这段关系是马上会因为你不愿意放弃，然后就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因为就算缘分还没尽，你还是会想要执意着想要让这段关系是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只要对方一直不断去逃离，不断的去推脱，你一直不断的向前迈进，你一直不断的驻留在原地，那么也不太确定什么时候这段关系才会有一个机会是能够让这段关系是能够推进的。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想要去做个人占卜，无论是找你们信任的老师还是找洋洋的话，你们可以去问说，比如说未来半年内或者说3个月内对方还不会回来找你们，或者说会不会有这个机会恢复联络，你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做个人的占卜，不管找谁都可以，只要找你们觉得信任的人，或者说是有那种磁场是比较接近的老师都可以，就是洋洋所给予你们在做占卜上题目的一个建议。那因为其实两之间的缘分因为非常的深厚，然后容易会因为
两人之间相处会感觉到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所以反而会因为这个莫名安全感这个能量的带动是能够去加深这个缘分，所以就算是离开了分开了或者说没有联络的这个状况之下，这个带动的能量还是会因为你的灵魂双方之间的灵魂会去跟你的意识说，诶，你要去找那安全感咯，或者说你可能会需要去回到让你觉得比较舒适的那样的状态，有点算是说内在小孩，或者是说你的高我，应该说他的高我，或者说你的高我，他的内在小孩，或者是说你的内在小孩是会不断去提醒着彼此，说，诶，就是我们之间必须要来这个连结了，或者我们之间的缘分呢是该要重回了，或者我们必须要去见个面了，就让彼此都感觉到心安。因为其实你们会有发现到说，如果见面的时候没有任何冲突的发生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自己的心里面会不自觉感觉到有一股被充电的感觉。但这充电感觉，如果说你们当下之间又有一些的争执啊，或者说观念上不合的话，那这段关系当然就没有办法有进展嘛。那个充电可能也会觉得，诶，为什么刚刚又去见这个人？为什么跟他之间又产生了这么多的不愉快？然后再来就是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好，杨刚有想到了，然后突然讲又忘记了，对，好，算了，等一下，如果说想起来的话，再来做个补充。现在突然之间熊熊的忘记刚刚到底要讲什么，太伤心了。好，那先我来看一下下一张，你们的牌是什么？好，下一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王牌，有没有？你看哦，像我刚刚前面提到说，其实你们俩之间的缘分根本就也还没有完全的断掉，只要两人之间都愿意的话，其实这段关系实际上是还有一个机会，只是因为真的看不到，也真的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这个缘分才会再次的重回，或者是说这个缘分呢，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再次回到你们的身边。不过蛮明确知道说，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一定会有一个再次见面的机会，或者是说一定会有再一次相遇的可能性。好，洋洋决定了，这个就列为等一下会员的讯息里面你们补充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究竟在未来半年内对方到底会不会回来这件事情。好，那就是说我们去洋洋就继续解说关于钱币王牌这个部分。那就是如果说当对方愿意回来，或者说当你们俩之间再次有所羁绊跟联系之后，会有一件事情的契机，会让双方之间没有办法轻易的断开，或者是说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让两人之间分开来。只是这个时间点会需要再琢磨，然后去等待。所以如果说你们本身还是会是属于那一种顺应着天命的那种人的话，就是顺其自然的人，不想要靠占卜的话，那就是可以慢慢的等待，或者是说在等待对方过程里面，你可以先选择去按照你自己的生活中你想要去做那些事情去做，然后去过你想要过的生活。那因为当其实时机到的时候，你想躲你也躲不掉，只要你心里面对于说这段关系你还是依然抱持着期待，或者是说抱持着对方还是会回来这个想法，还是希望他会回来的这个看法的话，那么这段关系就是会有一个可能性。对，那如果说你们本身想要透过占卜的话，就可以再去找信任的老师，或者说有比较有磁场能量感应的老师去帮助你们，或者说你们自己本身有塔罗的话，是也可以帮自己做一下这方面的占卜，但是也必须你们要能够中立啦，就是抽到牌要比较中立的想法去看待。对，所以其实当这段关系的能量再次推动，或者说缘分再一次的去拉近的时候，两人之间的未来是蛮指日可待的，就是也是蛮期待说你们断联之后啊，应该说对方跟你们恢复联络之后的那个关系上的发展的话，也有可能是你们所想要的，但有可能并不是你们所想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抽到的是钱币王牌嘛。钱币王牌意思就代表说，这段关系确实是能够让两人之间有连结、有联系，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生活圈、共同的话题，但是情感中的交流却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抽到的是钱币王牌，而不是圣杯王牌，所以当钱币王牌也比较偏向于说，这段关系后续有可能会要蛮
蛮死的，或者说蛮固执的，或者说比较难以去有推动的，或者是说比较容易会就停滞在状态之下。因为钱币王牌下一张就是钱币2，所以比方说关系后面也不太确定是不是能够走到你们所想要走的那个方向。好，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补充牌，来看一下第3张。第3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圣杯5。好，那圣杯5的话就代表说，其实这段关系或许之后一个最大的阻碍，或者是说很难以去靠近，很难以去有所进展的状态，是来自于说两人之间的心里面的疙瘩跟尴尬，会因为再次恢复联络，再次的有所联系，或者说再次的有所靠近的时候，会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放下。也就是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两人之间可能情还是在，或者是说还是蛮在意着彼此，还是想要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但是也会因为过往，因为有可能在你们断联这段期间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说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资讯，然后或者是说你们领悟出了什么，或者说你们查到了什么。所以反而在重新对方回到你们身边的时候，你其实也没办法那么轻易的去相信那个人，或者说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接受这一段已经断开很久的一段关系。那当然有可能是指对方，可能对方知道关于你的任何的事情，或者是说他可能有一些他的其他的包袱，其他的原因，所以让他觉得这段关系就算他再怎么样的有感情，或者说他再怎么样是在乎的，可是他也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去面对你们。所以就算两之间是有缘分再次绑在一起，但是却没有那个情，没有那个意思，是能够让双方之间更加的贴近。所以也可以算是有一种遗憾吧。对，感觉会比较担心说这段关系后面会演变成是另外一种遗憾的可能。对，好，我们来先看一下第3趴的部分，就是你们俩之间还有没有缘分，看有没有其他的讯息要给你们。好，第3趴的话，你看权杖骑士有没有？好，那权杖骑士呢，就代表说，其实这段关系只要两人之间都有那个心的话，其实蛮快会促成。而且今天这个影片播出去，应该说杨拍这支影片的话，上传时间是在中秋节之前。对，中秋节的话就是月老的生日，所以其实只要每一段关系，如果说你们像是属于信仰东方的宗教的话，那只要等月老的生日过后，你们这段关系的那个缘分应该就会有所的推动。所以只要两之间都是有那个想要见到对方，有联系这个意思的话，其实月老会去蛮推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但如果说你们本身是信仰别的宗教的话，那就看你们自己本身像那个宗教会去如何推动着你们，但只是做个简单的比喻而已。所以其实只要双方之间都有那个意思的话，这段关系宇宙会是蛮快去推动着你们，然后或许有可能是指说对方他最近有可能会来找你们啦，那就看说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是去如何推动着他的心情。可是因为我们刚前面看到说这段关系其实他这个人本身的想法上面倾向于就是先观察再看看，先观察再想看是不是要去往前走。那看起来其实只要他能够去想通去想透，是能够去接受这样的自己的话，或者是说是能够去改变他自己，那就意味着其实这段关系还是会有一个可能性，或者说其实这段关系是如果说真的要的话，是能够轻易的去让彼此之间是有那个连接存在的。所以其实洋洋会比较倾向于说这段关系之中的你们缘分是在的，但就看什么时候才会有可能。如果说对方不愿意你去主动找他的话，你得不到对方任何的回应，可能对方会对你冷冷的，然后这段关系反而可能就会觉得你果然来找我，你果然放不下我，然后他觉得他就可能心里心安了，或者说有人又会觉得他好烦哦，那就开始又没有任何的联络跟联系了。你们反而会把这段关系没有因为顺其自然的状况之下去延后了本来有的这个机会跟可能。
有的时候顺其自然呢，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生命会去推动着这段关系，生命会告诉着他，或是告诉着你，究竟这段关系到底适不适合彼此。有的时候就算有缘分，但有可能不适合彼此，那要去修的这个的过程里面，一定也会非常的辛苦。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权杖九，有没有？权杖九就代表说会有点像是固步自封，所以如果说关系里面，他没有做任何的决定，或者说他不愿意去采取任何的动作的话，你不管再去做任何的事情，不管去做任何的行为，这一切其实都是没有用的，这一切其实都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或者是说都没有办法得到你所想要的答案，所以你会蛮孤单的。对，杨会比较倾向于说，其实这组的人，你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你们自己，对说这段关系不要有太多的期待。如果说你们已经本来有点放下，又听到今天的解释，好像说又有机会，心又开始在浮动的话，会希望说你们先停一下，因为其实看起来这段关系的那个门槛还没过啦，两之间必须要去磨练的地方还在慢慢的磨练当中，但只要两个人之间的磨练是有足够了，他的课题完成了，你的课题也完成了，这段关系结合就很快。可是如果说只要有一方课题没有完成，就一直去吵对方，或是一直想要让这段关系有所联络跟联系的话，那这段关系其实你们要说进展吗？机会吗？就会变得越来越渺茫，因为对方课题就还没完成，你的课题完成了，那又如何呢？或者说对方课题完成了，课题没有完成，那这样的话也是没办法去推动，因为你就是成长的还不够。对，因为看起来其实这组的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课题还蛮多的。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这个，好，圣杯骑士哈，好，那它就代表说，其实这段关系只要能够完成彼此之间的课题，关系之中的推动是非常快速的，关系的进展呢也是非常的容易的。那关系中的两之间暧昧也是会再回来的。虽然在等待的这段期间是痛苦的，是难耐的，是不好受的，可是呢，也还是一样，对方很在意着。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对方就是会在意着你们，还是会想让这段关系是能够继续的往下推动，继续的往下前进，继续的让这段关系是有一个进展的一个可能性。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给予你们的讯息。那洋洋也很久没有做加码的部分了，所以洋洋今天呢来做一个加码的讯息。那当然第一组是抽牌嘛，那第二组呢，洋洋会觉得这组的你们心中想的那个人，他应该有很多的话想要对你们讲，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抽字卡，看看对方到底想要对你们讲什么。好，洋洋来把牌给收起来。好，那这边的话，洋洋来为大家抽2张字卡，应该说2组啦，让你们一样做选择。好，那这边的话是第一组啊，不行，这样的话那个会有一点透光哈。好，那我们就这样子遮住它。好，我来为大家抽第2组。好，第2组的话也是避免透光，所以呢，这第2组的你们，好，那请大家呢静下心来，然后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心里想着那个人，请问断联中的他想要对我说什么呢？好，那大家应该都已经有答案了吧？都已经选好了吗？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右边的好了，好不好？好，右边的话呢，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来一点轻音乐哦。好，所以看起来他蛮希望说，让他这个情绪不要那么的紧绷，想要让他能够去享受一下生命或者说生活之中目前他
所必须要去面对到的东西，所以洋洋会认为可能他现在压力可能有一点大，所以可能需要听一点轻音乐去放松疏解一下他的心情，然后再就是散心走走。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们比较知道他的生活的作息，或者说比较知道他的习惯的话，有可能你们可以在一个他所喜欢去的地方会容易遇得到他，或者是说有可能你们会在户外巧遇到他，或者说看得到他。好，所以这边想告诉你说，他想要来点轻音乐，想要散心走走，去疏解一下生活之中让他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所有的情绪的积压。好，我们看一下左边的部分，抽到字卡。第一张是有气质，所以表示说，其实对方会认为你这个人是真的还蛮有气质的，会觉得你这个人一定是有符合到他心里面有些的条件跟特质，所以表示他会容易因为你身上所散发出来这个魅力跟气质，会一直不断的吸引得到他的魅力，你说你的魅力会不自觉的吸引得到他的注意力。然后这样抽到的是好人缘，所以表示因为他会觉得你这个人身上的气质所散发出来的一切一定会能够让你有一段好的人缘，所以看起来这个人这边的字卡代表说他会很担心你现在身边是不是有新的对象，或者说你是不是这个人本身比较会不怕会有人陪你不怕会有人不陪你就是你是一个总是会有人去对你好啊，或者是你容易会吸引到别人的注意力，就是你的桃花运非常旺的意思。对，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给予你们补充的，应该说是这个加码的讯息。以上呢就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记得去看一下会员版的影片。我们来去看一下说刚刚前面提到的第二段吧，说未来半年内他会不会回来。好，那如果说是一般的会员一般的观众的话呢，如果说你们很喜欢这支影片，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并且分享给需要的人。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三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你在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已经断联这段关系，你觉得还有这个可能性让两之间再次的有所连接，或者说两之间是不是还有缘分呢？好，我们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卡。好，第一张牌的话，好，这边抽到的是月亮哈。好，那月亮的话，看起来啦，对于你们来说，心情上面呢，可能有点复杂哈。那就是你们觉得是没有这个缘分，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你们又放不下这个人。那有可能呢，第一个是你们可能有找信任的老师，或者说找个你们的宗教有询问过。可能这个关系还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你觉得当下来看又没有这个可能性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两之间的个缘分是真的还蛮深，你会觉得两之间可能是有个前世今生的因果，或者说你们是双生火焰，或是灵魂伴侣，或是业力伴侣，不管是属于哪一种的状态，你就觉得其中关系是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是被散开来，或者说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就让两之间是没有这个缘分跟状态的。所以你本身会觉得说，一直觉得你的直觉告诉你有缘分，有可能，但是你的内心的理智又觉得说不可能，两人之间应该是不会有这个缘分的跟机会了。因为你其实会有点担心说，是不是你因为太过于思念对方，或者说你是不是太过于想念他，你是不是太过于想要这段关系是有进展，或者是说有机会，或者说这段关系是不是有可能是有进一步的发展的想法，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呢，你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想要去结束掉因为你不太愿意的去真的去放掉这段关系，就是你心里面想要，但是又不敢去承认。那如果说你们觉得真的承认的话，很快你会反悔说，没有，他应该是会回来，或者说，他应该，我的直觉应该才是准的之类的。对，所以其实你们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究竟他会不会回来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你们自己心里面拿捏的不准。因为如果说叫你们真的完全放下这个人的话，
看起来最近的你们好像又想起他，你们本来是可以啦，然后本来是觉得关系应该就这样断掉就算了，可是最近好像你们又想到了什么，所以又会觉得不行，好像你们又开始去思念这个人，或者是说开始对于这个人对于说这段关系依然还是不自觉着抱持着有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期待，或者是说有一定程度上的一个在意，对于这段关系呢，你还是有心里面默默的在等待对方，所以当你有时候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你不太敢完全的去放掉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你任何有羁绊的可能性。所以这种你们如果说真的跟别人在一起的话，你心里面还是有个位置是在对方的部分，所以你现在才来看这个影片，对不对？那如果说有的人可能是因为现在还比较没有办法去接受新的人，就是因为这段关系曾经所带给你的任何的一切，你都还是记在脑海里面，是没办法那么轻易的去放下，没办法那么轻易的去接受新的人，就是因为你会很担心，如果说当对方真的有一天回来的话，那是不是你就错失了一个可以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机会跟可能？所以其实表示说，这个人在你的心里面呢，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没办法那么轻易的被磨灭，也是有点影响到了你自己目前生活的感情观，你自己目前的生活中的桃花的状况，或者说你本来的桃花运的部分。好，来看一下第二张。第二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让人有点伤心难过的宝剑十。那宝剑十代表说，你对于自己目前现况的话，你会觉得蛮无奈的，或者是说你会觉得自己目前这个状况的话，就算你再怎么想要去脱离，或者说你再怎么想要让自己摆脱这样的心情，可是又会因为心里面的那个心魔，或者是说心里面又一直有那种没办法放下，比较没有办法去认真的面对这样的感情，或者说你们目前这个状态的话，所以洋洋会认为啦，现在你们蛮常会去想起这段关系里面所带给予你们的伤痛，或者是说所让你们感觉到许多崩溃，或者是被对方给利用，或者是曾经孤独伤心的你们。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曾经真的过得蛮累的，然后也让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好像总是在寻找着自己到底在哪里。也就是说，曾经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有点过度的迷失了自己。所以当你们的重心改变了的时候，因为你们断联了嘛，那你原本迷失了自己，因为你的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却当断联了，对方不见了，你们的重心就倒了。那你们就开始反而觉得说自己到底为什么曾经要因为他让你们的重心如此的倾斜，或者说都在对方身上，结果却失去了你们最真实的那个样子。所以其实现在的时候，你们常常会感觉到有一种慢慢的把自己找回来，然后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感慨，为什么曾经的我要活得这么的卑微，或者我曾经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的辛苦。那另外一部分也可以代表说，在这段关系里面曾经所带给你们任何的伤痛跟伤害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忘掉，没办法那么轻易的去轻轻的放下，还是依然着对说这段关系是很在意的，是很在乎的，还是很想要的，让这段关系是有一个进展的机会。可是其实你心里也是明白说，如果说当对方回来的话，或者说当两之间再次恢复联络的话，其实关系应该是很难可以重回到原本的状态，或者是说很难可以有再次的相信着彼此。因为你其实如果说真的再次面对他的话，你有时候心里面也不知道说到底要以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想法去看待这段关系，去对待于这个人，或者是说去经营这两之间的这个缘分。因为你的心已经受伤了，你的心已经充满了无数的裂痕，你的心里面已经感觉到有许多满满的无奈的感觉。对于这段关系，你不敢有太多的想象，你不敢有太多的想法，你会期待着，你会等待着，但是却
不知道说要以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状态去接受、去相处才会是最好。所以其实你有的时候会认为说，就算这段关系回来的话，你应该会有一点茫然。对，就是当你可能静下心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到底在等什么？对，可是当你情感又丰沛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还是会希望对方可以回来，还是你会比较开心一点。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宝剑侍者。那宝剑侍者就意味着说，其实在对于这段关系，你们还是会尽可能让自己的想法上面用一种比较新的方式去思考。也就是说，本来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你是抱持着一种比较负面的想法，或者是说比较负面的心态，那你会尽可能让自己觉得，其实试试看吧，再试试看可能才会是最好的。所以如果说当我们回归到原本的验证盘的内容，就是你觉得这段关系是不是还有可能性的话，你会觉得没有可能性，但是你的情感层面就会觉得还是有可能性，而且就看你要如何去面对。其实洋洋会认为说，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本身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之中的那个能够接受情感的程度的那个层次有一点大，就是说只要你怎么想，就会取决于说这段关系会之后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模式去经营。那如果说当选择是以放下的方式去对待的话，只需要一个下定决心的勇气，其实这一切都不难，这一切都是容易的。只要你能够一直用一种比较负面的姿态去想着这段关系，就能够去放下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执着。对，所以看起来选到这组的你们啦，本身在看待说这段关系的话，你们会尽可能的让自己以跳脱原本的固有的想法，以新的方式、新的姿态、新的观念去看待对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缘分，或者是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关系。所以你还是心里面会默默的期待着对方是能够回到着你们，然后你重新调整你自己的姿态去面对于这个人，然后可能会选择以新的方式跟对方相处。好，那如果说这边验证牌是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那么来去往下看，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缘分之中，是否已经结束了，又或者是说会再次的破镜重圆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第一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魔术师。那魔术师的话，洋洋会认为这边会两种意思，一个是当然这段关系缘分是还没有尽，是会有一个再次相处的机会。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你们会遇到一个新的缘分，反而会让你们对说这段关系是没有那么多的执着。洋洋会比较偏向于是第二种啦，但是洋洋还是要先以第一种来做解释。第一种解释的话，可能会大家比较常容易听到很多的可能书啊，或者说一些的地方可能会这样去解释哈。好，那代表说，如果是第一种解释的话，当对方回来的时候，可能会以新的姿态、新的想法、新的方式跟你相处，或者说来跟你互动。那也有可能你会调整好你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状态去跟对方相处。可是因为出现魔术师，对于说这段关系，当对方重回来的时候，不一定是能够做到你所想要的，不一定是能够达到你心里面所期望的，你心里面所希望拥有的，可能会有个全新的局面。全新的局面就看你们去如何界定，对，因为全新的局面也会讲，就是说可能对方会有新的对象啊，然后回来找你们啊，或者说可能刚好有一个已经有交往对象，然后回来找你们，但有可能会刚好你们俩之间的状态是相反的，反而是你有新的对象，或者说你有跟别人在一起，然后就遇到这个人，或者是说他就回来找你们之类的，这是对说魔术师他有回来找你们这个部分。那第二的话是洋洋比较倾向于说，在这段关系里面，有可能是你自己本身有新的姿态去
看待一段关系，或者说新的想法去面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反而也会认为你自己本身是想要采取新的模式去对待于彼此，对待于你之间已经没有的这个缘分了。所以你现在可能会开始慢慢的积极的改变你自己的思维，改变你的做法，然后去把这段关系给看透，去让你自己能够去抽离本身这段关系。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抽到宝剑十嘛，所以表示说你的当心里面的痛苦达到最高峰，达到最满载，又没办法排除的时候，有可能宇宙会给予你们一些的讯息，可能你们会无意间知道关于他更多的秘密，或者说你们会无意间知道关于他更多欺骗你们的事情，或者说你们会无意间的想通某些的事情，所以你们开始会不自觉的想要去把自己从原本在这段关系里面的情绪之中给抽离，或者是说不自觉的让你们自己去以新的方式去面对说双方之间的这段关系。那当选择以全新的方式去面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开始有点去慢慢的放下你们俩之间的一个缘分了。所以当出现魔术师牌，如果在讲缘分的话，洋洋会比较倾向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会选择以全新的局面去展开。可是全新的局面有可能是指真正的结束，也可以是指说还会再延续下去。所以就看后面牌会如何去显示出来，去辅助这个魔术师本身的它的含义了。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一张。好，第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四。这个权杖四的话，会倾向于说是找到生活中的安定的感觉，或者是说找到于生活中安逸的力量。所以呢，表示说在接下来的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缘分当中的话，要能够轻易的去放下，或者是说要轻易的结束的话，其实也没有到那么的困难啦，就是说是蛮容易的一件事情，就看你怎么去想这件事。其实牌卡中意思就是说，当你怎么去做决定的时候，那个答案就出来了。就是说，当你决定要以放下姿态去想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当你选择要以释怀的方式去对待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这段关系就已经注定它就是不会有个结果，它唯一的结果就是断联了，它唯一结果就是两之间就是没有未来这件事情。对，要你回心转意的话，看来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比较不容易，因为伤痕已经在了，痛苦已经在。虽然有一天你真的想要跟对方在一起，跟对方想要有未来的话，也会因为曾经那一段伤痛中的痛苦，会让你再次的溃堤，再一次的崩溃，或者说再一次的没有办法去相信这个人，会去过往的伤痛会去提醒你这个人是不能够信任的，那你当然就会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踏入两人之间的这段缘分，或者是说轻易的去踏入两人之间的这段的情感。所以在接下来之中的你们的缘分的话，会去让你们意识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中的课题，每个人都向往的生活中能够永远陪伴着自己，能够永远待在自己身边，或者说是能够包容自己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你们会去双方之间都会寻找着什么样的东西是让自己能够有安定的感觉，或者是说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什么样的缘分才能够让自己找到有一种归属的感觉。所以洋洋会更加倾向于说，这段关系中的你们的话，真的应该是你会选择去蜕变你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让你自己再也不会总是为了这段关系那么的劳心伤神，或者是说让自己总是好像都绑在一个不会有结果的一个状态。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太过于卑微，或者是说太过于
委曲求全的话，是容易让对方看不起自己，也容易让自己忽视掉原本应该是自己能够去接纳接受的一个新的缘分。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圣杯国王。那圣杯国王的话，就代表说，其实在对于之后的情感这种状态的话，两个之间都会有一个你没有办法去退让的地方，或者是说都会开始对于自己的感情会想要去更加的负责任，然后会更加的想要去明确知道什么样的关系是适合自己，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够让自己永远开心永远快乐，什么样的关系是让自己是能够都一直把握得住。所以表示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当中，这个的关系里面，对于你来说，你开始会逐渐的认为你想要去找一个真正属于你的感情，你会想去找一个会让你感觉到比较舒服的人，你会开始去按照你所想要的条件去找你所想要的那个对象。对，那如果说是指对方的话，就表示说他自己会重新去思考，如果说把自己绑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人事物当中，是不是会感觉到有一种孤独的感觉，或者是说自己在一直以来的感情的经历，或者说自己的感情过程里面，是不是太急着想要去控制这一切，太急着想要去控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就会容易让自己感觉到有一种心累、辛苦，或者是说让自己感觉到有一种蛮无奈的这个状态。所以其实两个人之间在对于已经断联之后的情感中的世界观，情感中的世界里面，开始会为了希望让自己也能够拥有幸福而变得更加的努力，开始会比以往呢来得更加的去享受自己本身人生中当下的每一刻，或者是开始会去逐渐的去探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自己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自己到底希望能够拥有的是什么。然后如果说那样东西那个人真的是符合或者说是属于自己的话，那么才会想要去把握住。那洋洋会认为说，在于选到这组的你们有很高的几率是在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缘分这段关系的话，很有可能两人之间可能都会变得开始更加的固执，或者是说更加想要控制你们的自己的本身的感情。或许是因为这段感情中的伤痛，造成你开始对于感情会有一点杯弓，是叫那种10年怕草蛇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好像突然忘记了俚语跟成语了，或是说杯弓蛇影吧。对，就是说开始对于说每一段关系开始会不自觉的去想起曾经过往的种种，然后过往曾经所带给自己的伤害，会尽可能让自己原本的下一段关系，或者说自己原本就说自己下一段所决定要在一起的人，会开始容易用各种的方式去审视，会比较严格的去看待，然后会更想要去掌握好自己的情感中的每一个的细节。对，所以看起来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心里面的伤痛呢是依然的存在着，或者说心里面的疼痛感觉并不是那么轻易的就可以说放下，就是还是依然的很在意着对方，很在意着这一段的关系。好，我们来抽一下第二张牌。好，那第二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女祭司。好，那女祭司呢，就等同于说，这张牌的话，不得不说，其实确实还有缘分在，那可能也会得到彼此之间的消息，或者是说，可能就会有很多事情是值得让你去探索，值得让你去发现，或者是值得让你去面对。可是因为当出现女祭司的时候，就代表说宇宙会牵引着你们双方去找到自己心里面生活中那种自我存在价值，或者是说自我安定的感觉，还有你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对象，就是不会让一个不属于自己缘分的人停留在自己的身边，或者是说会尽可能的让一段可能比较不健康的关系去找到一个重新定义，或者是说重新定位着这段关系之中的发展，
或者说这段关系中的存在的意义跟价值，还有以及它该有的位置。但重点是两个人之间必须要是能够以泰然自若，或者说比较不愿意去强求，比较不愿意去一定要依照自己所想要的方式内容来去把不属于自己的关系紧紧握住。因为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需要的是，应该说在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啦，应该讲缘分里面需要的是找到自我的真正价值，找到自己本身在世界里面你们所必须要去完成面对课题，找到自己所必须要去看待的一切，找到自我必须有属于你自己的助力的点。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它的相遇是必然的，发生的事情它也不是偶然的，是必须要让你们知道，人生之中也不是说非对方不可，或者说人生之中也不是只有爱情才是符合你们的。对，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好了。好，下一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骑士。钱币骑士呢，有缘啦，有缘。有人觉得这个关系真的很有缘，但是不得不说，这段关系中的缘分的话呢，比较没有偏向感情啦，比较可能偏向于说是会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几率会比较高，或者是说会比较偏向说这段关系其实会有这个可能性是能够让两之间是能够继续的保持着联络，或者是说让两之间其实会有一个互动的机会。可是因为当我们问说两之间有缘的话，这段关系的缘分真的会被拖得非常的久，或者说这段关系的缘分呢也是不容易被拆散开来的。但是因为女祭司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是要表示说寻找自我内在价值智慧的一张牌，所以只有当你们真的能够去学习学会到顺应着自然，顺应着你们生命的课题，慢慢的去完成它，慢慢的去解决它，慢慢的去享受你们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反而这段关系会在你们不经意的状况之下，会在于你们没有发现的任何的情况之下而重新开始，然后让这段关系是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洋洋会觉得这段关系呢，如果说真的要再一次见到面的话，可能真的会需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的等待，或者是说是真的会蛮需要有一段要磨练的时期。那在这个磨练的时期过程里面，人生之中所发生的事情千变万化，所以希望说你们可能也不要有太多设想的想法。对，好，那洋来决定呢会员的讯息就是说看看说对方在你等待的这段期间有没有是他应该说他千变万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好，这就是给会员的讯息。等一下就请记得，如果说你们是会员的人来看到这支影片的话，要去看一下会员专属的影片。好，那回来讲解这个地方，就是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接下来你的人生漫长的等待，所以会比较建议说你一定要去过好你自己该要有的生活，你该要有的步调，你想要去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想要去忙的东西，你对什么东西是很好奇的，你就去往那个方面执行，去做，去体验，去享受。因为这是宇宙所指引你们的，所必须要去让你们学会的，所必须要去让你们知道，人生里面也不是说非对方不可，或者是说人生当中也不是说一定要有对方这个人存在，然后就能够去推动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可能你们曾经把对方当成你们全世界，曾经为了这段关系你们失去了所有，但是宇宙会希望说你们要慢慢的把属于你们自己一切给找回来。可能原本的东西找不回来的话，但是至少有新的东西等着你们去把握，要让你们去学会到说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部分，你所经历的每一切，都是宇宙必须要让你去学会的一堂课，或者是说宇宙都必须要让你去懂得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握住在你的手上，在你的身上，
你才不会真正失去自我。所以这一组的你们，宇宙都一直在看着你们，或者说你们的信仰总是一直在注视着你们，所以才会把这个人安排在你们身边。而且看起来这组的你们应该可能遇到这个人之后，断联了之后，你们的灵性有很提升，还蛮高的，还蛮多的，对，也找到了属于自己人生中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几率也是有的。好，来看一下下一张，抽到的是这个宝剑的部分。好，那当出现这张宝剑牌的时候，就是意味着说，其实在两个人这个缘分当中的话，确实会有一些固有的观念，或者说不健康的想法，或者是说不健康的习惯、不健康的认知、不对的对于说自己的人生本身来说，那些的观念跟想法是会害到自己的。宇宙有发现到，所以想要试着让你们俩之间去修正于这一个已经不是那么健康的这个想法。对，会希望说你们用以新的方式去看待于自己的人生，用以新的角度呢去看待于这个世间的样貌。所以在这个漫长的等待，或者是说在这个漫长的岁月、漫长的历练当中、经历当中，一定是有许多等着让你们去面对的事情，等着让你们去看待的人事物。在对于这段关系之中的你们，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去做改变的。所以当你们这个人来到你们生命的话，其实有它的意义，真的并不是只是说让你们俩之间是有爱情，有可能是你的个性真的有些地方需要改变，因为你的观念真的有些是不能再为了爱情而委曲求全。对，就是当一个人的状态达到最底的时候，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因为已经一无所有了，那也没有什么好怕，就是希望说你们要有这样的想法，然后让你们自己的人生重新开始，让你们自己的人生是重新找到自己的重心，找到你们自己的定位，找到与你们自己应该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在两人之间的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的东西是等着你们必须要去处理的。然后在等待这段过程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关于你对对方的想法，千万不要忽视掉你的那些想法，因为那些的想法其实会取决于说，让你未来会如何去面对于已经回来的这段关系，或者说要面对于对方所对待于你的方式，然后你要怎么去回馈给他，或者说你要怎么去回应对方他的一些的暗示，或者说所对于这段关系中的想法。所以这段关系中的你们呢，看起来就是接下来宇宙会希望说你们要去找到你们自己所应该要有的那个位置，不要那么轻易的被这段关系所给影响，然后去失去了你们自我。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三趴才对。第三趴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圣杯六。好，圣杯六的话就表示说，当这段关系回来的时候，其实那个熟悉的感觉是会再次的重现，或者是说曾经的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你们任何的种种，会因为对方的回归、对方的回来，那你们就会不自觉的会去想起，或者说会不自觉的被勾勒出来。那当然被想起或者说被勾勒出来的时候，也不是说真的要你们去做什么，就是刚前面提到的嘛，你跟他在断联那段期间，你们心里所想的，你们心里所认知的，你们心里所想要做的那个决定的话，会不自觉去影响到你们在跟他他回来找你们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或者说那种相处的方式，其实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这边看起来其实比较没有太多的讯息，就是说一定会怎么样，而比较像说你们真的会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个人生，你们自己的彼此之间的感情。可能有的人会想要选择放手，会想要跟对方当朋友，或者说有的人会是永远都不原谅对方，或者是有的人在对说这段关系呢是不太愿意做太多
任何其他的动作跟事情，就看对方怎么去做。因为其实在看到说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其实两个人双方之间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因为反而在离开了，反而在断联了，反而会遇到人生之中更多更美好的事情。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遇到，表示你的心还不够开阔，你还不太愿意用顺其自然的想法态度去面对这段关系，你还是依然对说这段关系会有一些自己的贪念，自己的一些私人的想法，一些私人的情绪。只要当你愿意去放下，当你选择去重新审视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说，你失去的比自己应该说你拥有比失去的还要来的更多。那其实这些拥有东西你一直都拥有过，应该说你都还是有啦，只要你能够去转移一下你的自己的注意力，能够去转移你自己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比较不太愿意去放下的事情。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为大家抽到的辅助牌是什么呢？好，这边要抽到辅助牌，第一张是钱币皇后哈。好，那钱币皇后就代表说，其实你们所拥有的东西远比于你们所知道的还要来得更多。那其实只要当你们愿意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于你们现在生活或者说你们现在的人事物的话，你们其实就会发现说，你们真的一点都不孤单，你们真的一点都不会，就说其实孤单的话是你们自己所想象出来的，孤单的话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所带给你的回忆可能真的太重了，所以你才会没有办法那么轻的去放下，去放开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两个之间的相处的话，其实会有点像是说，当对方回来找你们的话，你们其实会不会那么轻的放手，但是也不会那么轻的想要把它抓住在你们手上，你们反而会一直等着看看说，究竟这段关系里面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对，所以如果说你们还是会觉得非对方不可的话，那当然这段关系当对方回来的时候，可能会先当好朋友一阵子，可能会孤单，就说可能这段关系会有孤单的一段的时间，那只要能够去跨越了，能够去解决了，其实这段关系能够再次的有悸动的话是有可能的。对，那洋洋看到圣杯六还是会觉得说这段关系可能有第三个人，这个比较不是圣杯六本身的意思啊，只是洋会觉得圣杯六配上钱币皇后，会觉得你们中间会有一个人去阻挠着你们，并不是只说他的感情对象可能只是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朋友，或者是说他一直在固有的观念，都会去影响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节制牌哈。好，等下不是星星了，对不起，星星牌。好，那边星星牌的话，就表示说，其实只要当这段关系真的回来的话，回到你们身边的话，其实两之间就会有还蛮多的好消息，或者是说，其实这段关系通常也会往一个还蛮不错好的方向去发展，或者是说，因为星星牌它另外的含义就是说，人生里面有很多其他的人是可以让你去对待啊，去选择，或者是说他身边有可能有其他的对象是能够让他去做选择的。那当然就是有可能是说那些人呢是能够让他找到一个自己生命中的定位，或者是说能够让他感觉得到其实他自己也不是那么的孤单的，是有很多缘分去等着他。其实有人会认为啦，就是说你们这段关系是没有断掉，没有错。那两之间的未来呢，那个缘分呢是比较没有偏向你所想要的，比较偏向于说是在这段关系里面，是更加倾向于说是比较像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对，如果说真的回来的话，那个结果不会是你们所想要的，会比较让人觉得孤单寂寞的。没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给予这组的你们加码的讯息。因为其实有人会觉得说，在这组的你们看起来，
比较真的不是你们所想要的一切。那我们来看一下加码讯息，看看说爱情签诗卡有没有什么样的内容要给予你们断联中的人。好，来为大家抽牌。一样呢，这个加码的话，因为杨真的很久没有给大家加码了，所以就决定这支影片呢要给大家加码。好，然后因为大家抽了2张，好，不小心把说明卡也抽到了。好，那就再抽1张。OK， 好，那这样的话有2张牌，那就大家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我们就来问问说，请问女娲娘娘在对于已经断联的这段关系有没有什么样的指引要给我们？好，那么大家应该是已经选择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好了。等一下哦，好，这个牌它掉下来，就先把它收起来好了。好，这句话我们看到抽到是木兰从军，那这个运势呢是平平的。它典故是来自于说同行12年，不知木兰是女郎，意蕴呢我把你当兄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问复合好了，就是说对方没有这个想法。建议呢，展现个人的魅力，增加亲密的互动哦。那可是都断联了，要如何展现个人的魅力？就是叫你好好过你自己该要有的生活。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左边的部分。左边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大吉上邪。好，然后拿近一点。它典故是来自于说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那它的意喻就是天地为证，我们感情永不变。然后问复合就是你还爱我吗？我仍然爱着你。建议是爱情能够克服一切。这边的话问复合所出这个部分的话，就有可能是指你或者指他。但是好，洋呢再为大家抽牌好了。来看一下问复合，你还爱我吗？我仍然爱着你。这个到底是指谁？好，我们来抽1张天使山卡，请问想要说这句话的人是对方吗？好，就这一张了。不好，那看起来想要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是你是他啊，是你而不是他，所以表示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算是写上级，可是还是表示说这段关系里面的变动性是很高的。那至少啦，如果说对方能够克服他原本的课题的话，或者说能够去顺应着生命的蜿蜒的话，那其实想要复合这个几率应该会慢慢提升。对，只是可能真的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推动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好，那这样的话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那如果说是会员的，请记得去看你们会员版的影片，会有更加完整讯息给予你们。那如果说是一般的观众朋友的话，非常感谢你们看到现在。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共鸣，或者说对你们有帮助的话，请记得帮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才能收到洋的影片的通知。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